你好，我是老胡，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每周一次的老胡的直播间。在这个时间，我们把上一个星期收到的问题给大家解答一下。这是我每周一次的给大家定期的这种互动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每个星期天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西雅图当地的时间现在是晚上的9点那么我把从这个上一周的，主要是通过这个 SpeakPipe 这样一个网站录音这个提问的这样一个这些问题整理一下，因为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话，我就会有可能单独拿出来做一期节目有一些比较零散的问题的话，我就会放到周末跟大家在这个时间做个交流，而且现在在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直播间直接提问这个。就能够，并且可以提问、可以追问、可以加问、可以如果是我的微信好友团，你就可以直接语音接入直播间都可以形式、内容、形式可以不拘，只要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解决现场的问题就最好。好，闲话少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看从上个礼拜以后留下的问题是哪一些。大家现在可以在这个直播里面聊天室里头直接提问我会关注这个提问的这个数量和顺序，我一会儿会回来一个个处理。好，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语音提问的这部分。老胡你好，我非常喜欢你的频道，我知道您能坚持日更，然后呢，同时还在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很好奇，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和规划的呢？可不可以拍一期节目叫《老胡的一天》，来让我们知道您这一天的时间是如何的合理来规划的呢？谢谢。好的，谢谢这个观众的关心我呢现在还不能拍一个视频跟着我一天，因为现在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找一个人跟着我来拍我就是在我的这个房间里头，就这么每天十几个小时，我就在电脑面前是这个样子。主要大部分的时间，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跟这个群友语音因为我有这个有一些收费服务的项目，还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微信的这个群友私信我有些东西都是比较大的问题，有的是人生问题，有的是关于生死问题，有的是关于这个生意问题，好多这个嘛，我大量的时间就花在这个跟这些人不断的沟通上面大量的时间在语音嘛，一天可能我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可能会讲到7、8个小时在电话上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有一段学习时间，所以我自己每天会看起码。上百个视频吧，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这个学员的练习的视频，有的是我自己的按学习计划要看的一些视频所以我每天在电脑面前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但是呢，有几个东西就是非做不可的比如说每天的日更，还有我的公众号接下来我可能要开始那个叫做微信的视频号。我准备尝试一下，因为那是一个特别的练习的方式，1分钟把一个东西讲清楚，所以呢，我对那个东西有所期待，因为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这个形式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技巧性的东西，就是花时间，然后花下这时间就尽量专注如果现在在跟有某一个人在聊天的话，那这个20分钟、30分钟或者15分钟或者7分钟时间，我就专注跟你聊了什么东西，我希望就是我说的话对这个跟我聊天的对方有所帮助这是我每天做的这个东西。那么有的人就讲，你每天做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背后的动机，就是每一个人跟我聊天，哪怕是就是向我请教的这些人，我都在每一个人身上学到东西，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匿名的有的人是一次性跟我打电话的，有的人是跟我倾诉小孩的问题，丈夫的问题，老婆的问题，有财务的问题。那么这些人可能好像需要开解一样的有些人是非常具体的，我有这个点子，你帮我策划一下，我要做出一个这个横空出世的一个最大的 YouTube 频道还有的人是老胡，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哇 ，YouTube 上现在没人做这个东西，我这个是世界第一，你千万要替我保密。但是呢，我相信你帮我参谋
各种各样的这个人都有，挺好玩的啊。还有的就是要死的，我今天最后一天，我明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也有这样子的啊。反正我会每天接到各种各样的好奇怪的东西，私信里头、邮件里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老讲我对这个对人特别感兴趣。人是极其复杂，我即便是熟悉的朋友跟你聊天，我也不知道你下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最近的心情如何，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像讲故事一样。所以我每天大量的时间就在这个上面啊。最近的话，这个。我的这个收费群里头有大量的人出现日更，那么每天会发很多练习的这个视频给我，那么我都要看，我要做出回应，做出及时的这种点评。所以最近还蛮乱的啊，因为我这个各种各样的变化，广州的工作室这些项目的变动等等，就是全力以赴了，少睡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早上3点钟、4点钟还在发东西，就这个道理啊，比较乱。所以最近这个完全没有章法，并不是讲老胡哇好厉害，这么每天做这么多东西，这个效率好高，不是，效率一点都不高啊，乱套。最近有点乱套的这个架势啊，等我全部理清楚了以后，我倒是有看书学习、做笔记啊这些东西，我倒是有一套方法啊，以后在其他的频道。不适合在这个频道里头聊啊，在其他频道再跟大家交流。好的，这个问题就先回答到这感谢这个 Amanda 的这个关心啊。好，第二个问题。老胡，我是做影视解说的，这个我的频道名称是起点科幻影视，大概是从2019年的9月份开始做，到现在也快要半年了吧。但是呢。这个目前的效果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这个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目前的视频的点击率呢，在3%到5%之间徘徊，然后视频的播放完成度有高的有低的，平均嘛都在30%到50%之间吧。这个数据我不知道是好是坏，因为你比较有经验，能帮我看一下吗？我这个频道的主要问题在哪？下一步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如果继续做嘛，这个重点在哪方面要进行改进和完善？谢谢老胡。好的，这个频道呢，我稍微看了一下子啊，从内容这个方面来讲，中规中矩，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么如果讲这么几十期视频它不给你流量了，你就不做了，证明这不是你真正的兴趣，你该放弃就放弃。大家听我的节目很长一段时间应该知道了，就是没有兴趣的东西不要去玩，哪怕是短期有钱啊，有点钱赚，这个赚钱的这个利润呢，没有大到让你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这个兴趣去做这些事情。除非它很大啊，你做个2-3年就能赚好多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像这种东西，明显的走在一个这个版权被版权挤压的这样一个领域里头，所以你要异军突起它，你一定是这样要这个严肃的做影评的人。如果是你不是这样的话，你不要去凑热闹，就看到电影解说有流量，然后你去做。我不讲了，我们群里头起码有20个人做电影解说，这个没有一个人坚持下来，没有一个人做大起来的。这里头真的是你要有个韧性，你就会讲，我解说同一个电影，我甚至都是同一个人，那边洗稿洗出来的啊，价钱都可能差不多，但为什么效果这么差？好像，还有就是我剪的同样的东西跟他差不多，为什么我的就有版权，他的就没有版权？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展开聊了啊。就是你真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不要管它版权不版权，你就是做电影可能讲得挺好，前面版权累累，然后过3年以后你真厉害啊，那你就去做啊。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做的是非常一般，我看了一下，没有出彩之处啊，那也不能讲你做的差。所以你要么就坚持下去，要么你就放弃，找一个让你做的有激动能增长的东西。如果或者这个东西就是让你练表达、练写作，那也可以哦。啊，练剪辑，这个纯粹是。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想法，你就根本不要在乎别的东西，你就是做，它有版权就让它的版权吧。然后一个节目做过去，然后你这1年下来看了嘛，365个好电影，这个电影改变了你的人生，好厉害，这就是你最大的收获就行了。说不定等到你真的做到那步时，你已经好厉害了。带着你怀着这种心态去做的话，你真正成了个影评人了。那当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坚持不下来，一轮严打大家都是为了钱的人全走掉的时候，你就生存下来了啊！所以要怀着这样一个想法去做，其他的我觉得做这种东西没有意义
啊，去花时间去做这种内容啊，没有太大的意思。好，这个是我对这个频道的意见。老胡老师您好，我是您的粉丝，想做自己的视频剪辑，但发现很多视频剪辑软件都不支持中文，比如说 Shortcut、iMovie 没法打出中文。请问您是用哪个视频软件呢？可以介绍一下吗？我如何才能用视频软件打出中文？拜托了，谢谢。完全不理解你这个问题啊！这些中文软件，这个 PR、Final Cut，这都是在用中文的那些做字幕啊，做图片啊，我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啊？讲不支持中文，所以我的软件的话，我用 Final Cut，我不是 ，sorry， 我用的是叫做 LumaFusion， 我这个很小的，就不值一提，我就在 iPad 上面的一款小软件啊，20块钱左右吧，还是多少钱不太清楚，所以很多人问我哪个东西是最好，我应该用哪个东西？没有最好，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目的是，如果是你就是对着这样这个大头这样子说话，然后没有多少后期的话，你就手机上面的。加个片头片尾，去掉一剪就行了啊。那么如果你要特效、要动画、要各种各样的，那就另外的。所以你要先清楚你的需求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新需求，叫大家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问题不是这样的问，所以我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啊，因为不存在什么，我不知道你这讲的是汉化版还是什么东西。怎么不可能输中文字呢？那么我们的后期工作室里头不就是用 PR？ 现在全都是这个字幕，全部都是中文，都是中文的嘛，对吧？好，如果理解错的话，请你继续提问。我们到直播间里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快速回答的。付费推广有必要吗？为什么我的视频观看数量越来越少？一开始3位数，现在个位数了啊？原因很多种啊。付费推广因人而异，并且是看阶段。频道很小的时候不要去推啊，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当我讲频道很小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推，是因为你频道你不知道你内容方向，你垂直度还没做出来，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你会做这一类的这个手工会做多长时间，可能做2期就不做了。那你将来不是这个垂直度，你拉来这个粉就变成僵尸粉，一点意义都没有，甚至还有害啊。什么时候开始做呢？那么就是你这个频道内容方向、形式全都定下来了，稳定了。然后呢，这个生产的这个频率、更新频率都已经稳定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推广了啊。推广得当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啊。如果推广不得当，拉来的一些这个低质量的粉，会严重的影响你这个频道的下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推广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我看见好多人就是为了省钱，我自己开个账号来申请一下批准一下，每天3块钱5块钱就这样，好像能玩。不要骗自己了，你有那个功夫啊，好好把你的节目做好啊，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啊。好，然后这个流量的波动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是你的节目质量下降，有的是你的节目这个方向有问题，有的时候是你的封面图有问题，太多因素，不能因人而异。所以这种东西，就我经常讲这个例子讲。我可以告诉你20种头疼的方法，但是你的头疼究竟怎么回事，我得望闻问切看见了才能够给你指出意见，对吧？我多次讲封面图的这个一致性，4个一致性，但是好多人听了只点头，完全理解，做出来的东西完全就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东西，很多东西我为什么回答问题不能够讲到你肯定是这个东西。如果我都没有看到你的东西，讲你肯定是这个东西，讲你肯定不能推广那就是偏见。那就有问题啊！真正高级的回答都应该是安全的回答，就是这样 ，it all depends， 就是那个搞咨询那样，看情况而定了，都有可能都是这样子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真正准确的回答，也是一个糊弄人的回答啊。所以高手和低手都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回答，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因人而异。这点非常重要。有的人讲我这个频道死活弄不起来，绕来大圈，最后讲你频道怎么来的？我买的，你买的你不知道你到越南买个新娘，这个政治不正确，不能讲的。到某国去买个新娘，你知道它的历史吗？你不知道啊，说不定是个要跟你过一辈子，说不定是准备一个诈骗集团的一个套路，对吧？所以你不太清楚这些东西，你就不好讲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好。糯米，我频道有哪里说的不对吗？我不知道你这个没头没尾的这个，
我现在没时间去直接在这个地方给你打开一个这个频道帮你去看啊，这个因为我以前都是讲过了，我要是直接给你看的讲啊，封面做的不错，标题不错，方向不错，因为当我讲你这频道做的不对的时候，我要有20项指标一样样给你看，才能给你提供意见啊。我要现在打开你这个东西跟你去讲，不负责任的啊，别的人也没有多少帮助。好，英语老师 Tom 你好，小郑英语老师啊。如果我想进行影视英语教学，比如先播放一小段英文电影评论，然后进行讲解，但势必会有版权问题，不一定啊，看你怎么做。比如说，好，6人行，你一放来个5分钟，然后再讲个5分钟，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啊。你应该是讲的点要极小，你这个地方可能就2个人，这个Joey and Chandler 就讲那么来回4句话，那可能就是2秒钟、3秒钟。啊，2秒钟、3秒钟，它这个版权系统啊，在电影这个级别的，一般它都不会匹配啊。虽然我讲你用1秒钟，其实都是有版权的问题，但是呢，电影这个级别一般来说是要7、8秒钟这个样子，它才会匹配给你一个主张啊。当然，这个数字不是绝对的啊，它经常会变的啊。所以你要抠那简单的那个句子，你不能讲弄那一大段啊，然后再来讲解，那一大段那就很容易就自动给你匹配上了。给你讲有版权了，所以你应该是最高级的办法。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啊？听好了，这个里头有技术。找一句话，你有本事找10个电影里头的10句台词，然后10个片段在里头。这个是马龙白兰度讲的这句话 ，How do you do？ 那 Joey 讲的 How do you do？ 啊，然后你讲这个语气不一样，美国南方人、北方人这样子讲，这样子就好玩。然后又是场景。非常丰富材料，而不是讲你用自己的这个语调在那个地方。但这个东西它牵涉到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啊。我也在我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叫做音频的搜索啊。如果你音频搜索解决不了的话，我给你一个思路，你把所有这些东西的剧本收集起来，然后呢搜这个剧本。啊，当然，这个剧本要最好是带时间戳的，像字幕文件一样。搜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电影里头，马龙白兰度在1个小时03分的时候说了一句 "How do you do"， 然后你就找到那个影片，咔把那一句剪出来，然后这一句话一搜，另外100句电影里头另外一个人在那个节目里讲，所以这个你就要一个很大的库，然后这样的操作是可以的。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棒的。然后你就像英语900句一样，一句一句讲，一句一句讲，哇，这个频道非常精彩啊！好，我的频道已经通过获利标准，一般多久可以审核通过？这个快到2个小时，多到6个月，所以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现在全职，我早就是全职了，不是现职。2018年的1月21号就开始。有一段10分钟的影片，插几个广告合适？插在什么时间上比较好啊？你就反过来问，观众看一个10分钟的东西，他看几分钟隔一个广告，他不会生气啊？你自己看电视广告的时候，看多长时间一个，你就会骂人，你就这样子回答这个问题了啊？我告诉你，有的人10分钟里头能插这个7个广告的，我都看到过，他不管你。他就惹火你，我就跟你就一次头买卖，就是这样流水。我现在就你来了，我就从你身上赚5分钱，大概是这种态度啊。有的人就是，我开头不给你播广告，在片尾的时候给你加2个啊。所以10分钟的视频，你怎么样也不能加到3个，2个足够了，不要吃上那么难看了，要不然就别人就会骂娘的啊。你应该要考虑的是在这个广告以外去赚钱。不要在这个上面啊，所以像老胡以后这个我在比如说我这个高速摄影这个项目开始赚钱了后，我告诉你，我就会把这个频道的这个广告关掉啊，我就直接把它关掉，因为这点钱如果是我赚钱的小数点后面的几位的话，我要它干嘛呢？啊，不需要了。但现在还得靠它来买点器材啊，每天推出 Top 5的音乐，可是每天都是不同的音乐，这样子。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就是你 top 5的top 5的怀旧音乐 ，top 5的这个乡村音乐 ，top 5的恐怖音乐，你永远都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 Top 5的这个怀念这个前任音乐，这个创意太多了啊！你爱怎么弄怎么弄了。这个，反正就是有很多人做东西都想到我能做什么，我会做什么，你想到别人想听什么。做内容提供的是一个服务啊，你提供的是一个服务，这一点要理解啊。所以不要光做的自己爽了，别人都不要看的啊，那有问题。好，这个很好，因为 YouTube 这个给你看的广告间隔大概是5分钟左右啊，4分钟到5分钟，也就是说你看好短的片子啊，比如说1分钟、1分钟、2分钟的，你看第一个有广告，然后后面2分钟的它就没广告，后面再来1分钟肯定也没有广告，然后再看下面一个，它才会给你加广告。这个YouTube 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安置的，所以你就不要去弄3分钟一个，那就太狠了一点啊。音乐有版权不是啊？这个他讲这个没有版权，可能是他自己收集来的，或者是创作的。Brightside 这个频道上线订阅观看不到10万哦，这个好正常。如果你讲这个你觉得不理解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最近你去看这 TED Talks 啊，这个东西都是几千万的啊，观看几千一点点的都有的啊，所以这个问题有趣，我给大家讲一下。像这个频道啊，还有 TEDx 啊，这个频道，你就可以看它这个订阅数是1600多万，对吧？那你看它这个2万、4万、3万、5万啊，有很多因素会导致这个东西。第一就是这个频道的这个观看的这个观众的忠诚度不大。什么叫观看忠诚度不大呢？就是说有很多人用来大量的这个推广啊，导致这个粉丝起来的，所以里头有好多就是可定可不定的，然后在推广的情况下，哎看见了好像就是你在收藏夹里头加了，但是你不怎么看这种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频道在发展过程当中啊，它内容转向啊，内容的风格调整了，所以有一批老的东西，你知道取关的人不是很多，有的人订阅了就订阅了。不会去讲取关，这个就是讲，取关是一个比较技术的动作，知道？所以不是很多人这样一下子就是粉转黑的，不会，他就不看，他也不去取关啊，所以这个粉丝里头会有好多变成像僵尸一样的这样的粉丝。那么这一类粉丝的话，那慢慢他就不提醒他了，这个在主页里头推荐也越来越少啊，是等于就相当于是僵尸。但是呢，他是订阅的 ，YouTube 没有权利把它取关的啊，除非他自己取关。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我看到的是内容质量下降，比如说像 TED 和 TEDx， 最近这段时间它就是内容质量下降啊，所以导致它这个观看量实际上是千万级的这个东西，只有这个几万，这个是好惨的这种观看量啊，所以核心的这个指标还是我们讲的观看完成度。这个东西是质量的硬指标，别的东西都没办法隐藏的。你可以推广啊，你可以花钱啊，你可以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就怀疑这个平台这个在打压你啊，这些东西都平台他喜欢把内容的好的这种内容浮现出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的内容大家喜欢，然后替他赚钱，这是。他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跟你玩意识形态，玩什么阴谋论的啊？尤其是像这个 Brightside 这一类东西的话，本身就属于这个人畜无害的、人畜有益的这种内容，所以他没有必要打压它啊。那么是这种内容的这个内容本身啊有问题。如果是像这种频道主看到这种数据关键数据下降的话，就应该讲这个质量上面在滑坡要注意的，因为我看见有些大的频道啊。就是到最后啊，越做越自己，不尊重观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这个节目节奏很慢、很乱，然后呢，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微博那个上面的，就成为大咖以后，就是腰里算扁担，横着走，老子有意见就乱说，就这样子的啊。人在这个会膨胀啊。我不是讲这个频道啊，这个我就讲这是可能性之一。你看到这个频道慢慢变味了啊，这个味道不对了。
所以，但是你注意到这个指标你注意到这个指标是非常正确的，这才是硬指标。你一个东西有多少人看，这个说明你的这个粉丝的这个粘性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是这个叫做铁粉很多啊，还是讲哇大量的水军跟那里头下起哄啊？所以我们做频道要特别小心这样一个东西，不要忘记你的初心，也同时呢也要密切的就是关注这样一个参数啊。好。王大哲他说：“我的频道做了22期节目还没有订阅，你这个就完全有问题啊！22期节目一个订阅都没有的话，证明你这个女朋友也不订阅你，男朋友也不订阅你，同学都不订阅你，你这个大大的问题啊！如果讲你零观看零订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有观看零订阅，那你这个就是你去看我做的一期节目，我为什么没有订阅，为什么没有观众啊？我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讲了，你先把那些东西优化一下。”你是打算除免费音乐弄的音乐，还是另外开啊？他是跟前面刚才那个人讲音乐的这个东西对话啊。一天发几个视频会不会使观众反感？看你是什么视频啊。如果你是做时政新闻的话，你应该有可能一天发个3-4个都没有问题啊。看了你大部分视频，才发现这里还有一片天地，对我期盼的啊！谢谢你啊，谷米哥，想问一下，为什么开通不到获利呢？开通不到他刚才是讲版权的问题啊。达成条件就行了，后面有人工审核。好，请问我的频道已经符合获利标准，一般多久后？刚才回答这个问题了啊，有长有短。一般的像我这样子出镜这样子做节目的话，一般这种都是比较快的。一般人躲在后面，又有这个机器声音在那边念的，然后来路不明，然后一会儿好像有些是从电视上面来的，有些音乐会的这个演出片段，有些就是街头漫步的，所以他就搞不清楚你怎么回事，所以那种频道一般要审查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啊。还有一些混杂的，里头明显就看到有这个别人的这个国内的综艺节目的片段等等，还有抖音片段在里头，所以那种一般审核时间就会比较长啊。vidIQ 最常用的功能啊，一些关键字啊，看一些这个排名、流量这都很常见啊。如果从买东西来买的话，你肯定是去买这个 TB 啊，就是我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2个只买一个的话，我会买这个啊。我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讲这个Turbo TubeBuddy 啊。你可以到我的频道里去看啊。那么为什么呢？我就给你一个简单这个东西。YouTube 谷歌买了这家公司，但没有买 vidIQ， 你可以想想啊。好的，看你的视频，一个频道提到关联词不能超高50个，你讲的是这个东西是讲关键词吧？啊，讲我不知道你讲的是视频的关键词还是频道这个东西，都不能太多啊。有人放100多个，你讲一个视频或者是一个频道放100多个关键字，那你这个视频究竟在讲什么，对吧？所以搞不清楚啊。你要介绍你讲这个隔壁老王给他定性就是勤劳勇敢啊，这个善良然后吃苦耐劳，然后呢让人产生坏的联想，就30个标签就老王立体就起来了嘛。你非要用100多个，你想讲什么东西啊？像我现在基本上我都不太动那些这个关键字了，为什么呢？我加字幕，就加字幕，你每一个字都知道我讲的什么东西，你还不知道我这个内容吗？啊，这个。所以，为什么谷歌的官方团队讲你不要太在意那个标签了？标签是在什么时候用？他甚至举了一个例子，讲错别字的时候，他可以用上，其他时间他基本上不看。为什么？骗子太多啊！所有人都是在卖这个假的这个青铜器的时候，他只要看到青铜器他就绕着走，大概就这个意思啊！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上面，有这个精力去做字幕就好了。
如果要在节目里面讲英文，然后 YouTube 自动翻译成 CC 字幕，该怎么做？英文它可以有自动翻译这一块，就是你不用做字幕，你的这个英文的讲的足够标准的话，你就依靠它翻译足够准确，没有太大的问题。不需要做，你不需要做，它自动识别啊。有一些视频它没有识别，也是说英文的，但是它没有这个自动翻译这个选项在那个地方往往是呢环境声音很大，然后呢它无法准确识别，就它识别了以后发现它识别率非常低，它就会放弃那些视频，你就看不见那个叫做自动的这个自动字幕这个选项啊。如果用 PPT 穿插图片解说创业人物小故事做法可行啊？这个跟着你这个问题语音提问的，我等一下会讲的。你看看这个，你讲这个相互订阅一下，你看这个 YouTube 就知道这是垃圾，所以不要在别人的频道，也不要在别的地方去这样子。如果你老是这样子留言的话，你甚至这个账号都会被封掉啊！不要去出现这些关键字啊，这都是关键字啊！很多人不清楚，你看看，这是 YouTube， 不是我把你弄成这样的啊 ，YouTube 直接讲这是一个垃圾这个留言啊！所以你如果一天在 YouTube 里头留了20条言，每一条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你这个账号危险了啊！好，版权和插图对推荐的影响不大，是播放完成率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视频的质量，就是这个完成率是最高，这是硬指标，这没办法能够作弊的啊。李兰斯说：“我想知道一个正常频道后台订阅流失率大概是多少？你后台流失率是多少？流失率大概这个是这样子看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流失率啊，跟那个有关，跟你的这个观众的地域有关啊。那么比如说。”国内的很多的这个用户通过 VPN 上网以后，那么他用了不太好这个 VPN 以后，会导致那些账号的话，会被清理。所以呢，那些东西是你会在你的后台里看见，就是几千的或者几百这个账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取关，而是被清理掉的啊，所以会大量的这样的账号出现。所以如果是你的观众来自其他的地区，跟 VPN 没有关系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你这个频道的订阅流失率的达到37%的话，应该是你这个质量你要检讨了啊。就是说你有大量的粉转黑的情况啊。我拍摄一个1080P 的传成变成480，还尚在处理当中。心理学。案例分析竞争力，竞争很大吗？任何一个东西就是美食竞争大嘛，心理学案例油条竞争大嘛，就你只要好都没有问题啊。那什么时候非得要等到这个易中天来讲《三国志》才能火起来呢？前面有多少研究《三国志》的人，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永远都不缺这个新的讲内容的人。不要讲这个心理学有人讲过了，不存在，人家就喜欢你这个味道讲的啊。如果讲，你要讲的有特点都可以，没有问题。不要讲我一看已经有3个心理学大号了，所以我不能做，这个逻辑是极其错误的啊！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就差我这个人讲成有特点的，所以你要反问自己，你对这个是不是有兴趣，而不是讲找那个人好火，我就告诉你什么火啊，美食火，做吗？对，所以你就讲那个我不做，但是你做心理学你做吗？就像刚才那个这个观众做讲电影的一样，不给你钱，不给你流量，你做不做？
啊，你不做，你不做你就不喜欢嘛，那你就不做嘛，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心理学案例分析竞争，你别管竞争，你就比自己一天一天比自己更牛叉就行了，你不要管对手，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游戏频道是不是应该多做高热度的游戏？感觉游戏规则不适用啊，不能这样子看，这还是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技术问题，实际上都是世界观问题，实际上都是认识问题，都是哲学问题。热度高的做的人多，牛叉的人多了去了。一个热度高的人，那款游戏，人家玩的那个水平啊，已经是在你的高多少级度都不止了。因为热度高，那几百万人在玩这一款东西，你看会产生1%会有多少高手啊？对吧？所以你如果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不是强烈的那种热爱者，你去竞争，你能玩得起来吗？肯定玩不起来，对吧？我看过我们群里头有人做那个游戏，我都没听说过，没看见过啊。那个老的都是这个 PC 机时代的，像像素游戏这一类东西，做的风生水起啊，很好，没问题啊。啊，我不开那个玩笑讲，现在大家谁去听唱片呢？哎，你做一个怀旧的定制的这种唱片厂，就是挺好啊。啊，就这个世界足够有订单能够养活你的，还弄得活得挺好的，对吧？所以游戏频道做哪一个你喜欢的你就去做，你不喜欢的不要去凑那个热闹。你在别人的喜欢的充满热情的领域里头去跟人家去竞争，你怎么个玩得过别人，对吧？你连最基本的这个条件都没有，人家又有钱又有时间又有热情，然后你在里头给人家插那一脚，玩它干嘛呢？没意思的啊，不要玩这个。你找到你自己玩的，然后玩，水平越来越高，然后这样，哇，突然还能赚好多钱，这种感觉才爽嘛，啊。YPP 会看什么指标？订阅者来源、时长这些都会看，对吧？啊，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啊，你是想问 YPP 审查的究竟看什么啊？看你这个。视频的是不是原创？首先，第一啊，这个好奇怪啊，为什么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要讲原创？国内的原创我要申请标签，好像是说好少的人才能拿到原创的一个这样一个资格，其他人全都是洗稿、版权、搬运所有东西，在 YouTube 上就是原创这一说，你不是原创就是这个没版权的东西，就是抄袭别人的东西。所以所有人都是原创，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YouTube 最叫做内容创作者啊，就是 content creator 是创造，你要做东西出来啊，所以就是原创。那所以他在审查的时候去看这东西究竟是不是你做的，第一标准你有没有露脸，你有没有说话啊，是不是把这个电影明星往这一放啊，所以是你自己讲的，首先第一关就过去了，然后他会看你这个素材这里头做了好多视频，天天就是对着这个45度照一下，早上好，今天下雨天晴，这个记录他就认为第一是垃圾这样的东西，那么他也不让你过，是原创啊。那么他审查的时候，他是首先上来会把你这个频道里头这个观看才达到嘛，他看你的观看市场。刚才这个相机静止了，几秒钟啊，他会看你这个里头的这个视频是哪一些视频产生了这个订阅和这个观看时长啊，你不要这个1000个粉丝里头有800个都来自于一个你搬运的抖音的视频啊，然后时长也是从那个视频来的，那他肯定拒绝你啊，因为你是重复内容导致的一个观看时长和这个订阅量，所以他就不会批准你让你过审。还大量的版权的问题，我也是电影解说电影啊，然后全是电影，然后那个解说的时候逻辑都没有问题，逻辑都有问题，然后就在那讲故事，啊，你一看就是粗制滥造，就是这边买了一个稿，那边找了一个人来读，大概就这个意思，你让他怎么让你过啊？玩游戏也是这样，大家讲只要游戏在那的在那边解说就能够过，不是那个样子的，就是你不能给这个电子世界创造垃圾，它需要你干什么？好，大概他就看这些东西啊，从版权、从法律有没有侵犯别人，有没有假装你这个是某个名人的这个频道，等等等等，有好多一系列的东西。
有很多观众私信我，但是极少在频道的公开聊天，为什么？啊，这个是一个习惯啊，隐私啊，很多人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留下证据啊，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啊。比如说，在我的微信群里头，很多人我记得去年产生了一个争执，有很多人认为在微信群里头，这个大家群友之间的聊天是隐私的东西，不可。因为有群友截图了一个东西公开到那个地方，引起一大番争论啊！我呢不是法律专家，但是呢，你不要讲在这个群里头，就是私下的私信，你也不能假设对方不会把它露出去，他就是主观意图不把它露出去，他也会就是转发错信息，他的手机也会拿去修手机，也会被监听。所以呢，你不要做这种假设，你说出来的东西，你就应该有本事接受公众的检验，所以这个说话要小心，就这个道理。那么，到这个东西讲，你想私信你，有很多人他认为他这个问题不愿意打扰别人，这是一种想法。另外的话，他怕这个问题引起别人的轻视或者是挑战，他觉得这个是没水平的问题，只有私下问你才那个。甚至有人问我 YouTube 的问题，他觉得好菜鸟的问题，我是在那个公共场合问他，他觉得好丢脸的啊。反正人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你看我为什么开通这个语音回答这样一个东西，我不需要你给我留任何东西，你这个全是化名，全是你不知电子邮件，这全都是假的啊，没关系，我不需要你要又加我好友又弄东西，好复杂啊、相互之间有个心理，你怕我发广告给你，怕我发展你会成为会员啊，好多人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这种想法，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心理啊，有的人是认为加了你的私信就跟你比较亲近，这种感觉也有啊。有的人就好多人加我的私信，我就讲谢谢你加我，我为什么能帮你啊？我没问题，我就是先加上你再说，以防不测之需。这个像这种人，我过段时间就会把他清理掉。我反复讲过，我这个微信呢，1年多以前就家暴了，我没有想去再做一个另外的微信啊，所以我做这个微信号是希望大家加我，然后通过加我再加到这个微信群里头，因为扫码没办法自动进群嘛，所以呢，我不需要知道你们任何人的私人的隐私的信息啊，所以我就开通这样一个东西交流这样一个东西。现在因为所有的这个商业开放的一些这个 APP 啊，它都后面有商业的这个影子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说要加到你的微信，要加到什么，就成为你的韭菜，大概就这个意思啊。而我是特别希望有个匿名的东西，你就是我的老朋友，你用匿名的方式跟我交流也挺好。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用变声软件跟我也挺好啊。你是隔壁老王，然后假装是老李来问我，哎，你对隔壁老王是什么看法？我不怕啊，因为我可以在当面说老王的东西，我在背后说的话是一样的，所以我根本就不怕别人。我不需要防着别人，这个是超级厉害的一种心理啊。好，这个我就是闲话扯远了，就是讲不奇怪，我的意思讲不奇怪，个人有各种心理。你认为国内西瓜视频和 B 站哪个观众更适合50岁以上的啊？不好这样子分啊。有的人讲啊 ，B 站是年轻人的2次元的这个东西，不一定。你像我最开始做的时候，我再也没想到我在 B 站上面那个突然会流量蹭蹭的。你去看我的最开始的那个一个月的报告啊 ，B 站上快速起来。我原来讲的全是小孩，的确是有很多小孩，有很多初中生，加我这个私信，但是你不能这样子定义啊，不能讲给这个平台贴上这个标签，然后我这个就不做了啊，你不知道。你得去尝试不能讲别人告诉你啊，这个 B 站我是 B 站专家，完了这个 B 站多少年了，你听我的，永远都不要相信权威，这世界上没有权威啊，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权威了啊，你只有自己去做，因为那他的内容，他讲我在 B 站上试过了啊，这个肯定不行，他不行，不见得你不行，这个是，所以你要想到的东西就是说我这个内容。你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疑问是想我这个视频现在放在西瓜上还是放在 B 站上，对不对？我读你这个潜台词讲，你都放1个礼拜，放1个月试试看，就自然清楚了。别的什么专家建议你不要去听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
假如影片里面都是垃圾视频，使商品不能不投放广告，这样收益会不会归零啊？这个它就会取消你的这个获利这个资格啊。这个不是投放不投放的问题，它就直接就不让把你踢出 YPP， 你是垃圾的哈。完播率高，新手就会有推荐吗？当然，因为你反过头来讲，从这个平台这个角度来讲，它第一要所有这个生态里头，你要有扶持新人的方法。所以有的人老讲这个平台阴谋论啊，现在这个一个大号1000万，随便扔个东西都是上百万观看。我们刚才不是看到了，刚才 Brightside 跟 TED 都是这样，是1000万级大号啊，但是只有几万观看。他也气得要死啊！你们亚的平台全都在那扶持那些没有信誉的这小人、新人上来，我们这些老人你都不照顾我们，所有人都有厌弃。当你只看你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极其不公平。当你把所有人都放到一起，你就觉得，你就发现你自己是多么幸运的一个人啊，多么自由的一个人，就这个道理。所以平台这个讲，他要挖掘新人。那么他当然是从你这个视频哪来推给30个人看，耶，这30个人完播率居然80%，好喜欢。那么他下面就不推你吗？那当然推给300个人了，再喜欢推给3000个人嘛。所以你看到有的视频里头2个视频，有的1个视频就过1000万，就这样子起来的啊。好，今天我收到一个隐私权举报，让我在48小时内处理可能侵犯隐私权内容。我发现他标注的时间点里没有人脸等信息出现，会不会是恶意举报？因为侵犯隐私权的视频被下架会受到黄牌。像他这个叫你处理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黄牌这个问题啊，直接就是处理。因为黄牌是来自于社区和这个版权2个方面，你这个隐私权的话一般它就是直接就是下架处理，它不会给你这个黄牌啊，除非是特别严重的情况。那么它这个东西是可能你讲这个时间戳，它有可能标注不准确的地方，但你就应该检验这个，因为隐私权的这个内容，它这个通知给你应该是会告诉你一些这个辅助的信息，就是要么就是人名啊、商标名称，要么是里头有别人的车牌号码、电话号码等等这些东西出现啊，或者是小孩的这种脸，可辨识的这种脸部，像这些东西你把它模糊处理就可以了啊。Channel tag 是自己设置还是平台自己设置？在后台的设置那里头有一个设置那个页面里头会有一个这个 channel tag 在那里面，在第几期啊？我在封面里头就有，我给你看一下吧。哎呀，这个。大家有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首先到我这个频道里头做一下搜索啊，有好多东西就是一搜索或者一看就能看出来啊。那这个TubeBuddy 就这一期，你看，你感兴趣你去看一下。好。继续我刚刚说的，如果频道里都是垃圾视频，那如果通过获利标准，有没有可能好几年都？如果通过获利标准，有可能好几年都不会通过啊。这个 YPP 是持续接受审查的，有的人是刚刚我看到过，有的人一个礼拜以前通过了以后，然后就1个礼拜就把你干掉了啊。然后呢，过半年就讲你又行了啊，再过半年又给你干掉，几起几落的都有啊。这个东西就我讲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是随时检查你。你视频有人举报的时候，你都可能会被关掉这个频道。如果你严重违规的话，好 ，James 这个问题，做频道在什么时候需要看一下频道数据来指导自己努力方向啊？定期啊，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样也得就是每1个月，因为这不能光看节目啊。有的人像我们的这个李小白，一天做2、3期节目，所以50、60期只是1个月。你定期只能讲定期，
1个礼拜或者是2、3个礼拜或者1个月这样子来看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主要不要去盯着一个个过分解读，主要是看这个趋势啊，比如说这个粉丝增长的速度、观看完成度有没有波动，然后呢去看看这个最受欢迎的视频是哪一个然后看看它的完播曲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那个表现最差的那个视频是怎么回事，你就发现我这个片头不对，这个片头又臭又长，我上来讲了一大堆不相干的话，难怪有一上来35%的人就在前面25秒就颠了，就不看了啊！所以我就知道我下次要改进我这个说话的节奏，上来就讲今天我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我要告诉你3点对策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哦，请大家坚持看到最后就这样就开始了，这种效果就会比较好啊。所以这个是答案，就是定期如果大量的观众恶意按负评价如何处理？无法处理这个就是网上有某一个这个著名的这个频道，就是有段时间发出来的这个视频都是好80%的人点差评，20%的人点好评，所以压力好大。那么意味着你肯定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是得罪绝大多数这个观众这个没有对错，只是讲这是一个事实。绝大部分观众就是看你不爽，那么你可能有些东西要么是误解，要么有些 PR 的事件处理不当，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有什么如何处理呢？你不能讲把所有的人全都拉黑80%的人都说你不好的，80%的观众你都去拉黑的话，最后你这个互动区就会完全会死掉，没有人发布评论了，对吧？对，因为他是你的观众，他是你的粉丝，然后你把他拉黑的话，你看还有多少人能给你拉黑呢？所以你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大量的人出现恶意按负的话，因为你就是即便的讲政治的人，也有好多人喜欢你，也有好多人这个不可能出现全都不喜欢你的人跑到你这边来看你这东西，对吧？所以你这个喜欢和不喜欢倒挂，一定是你自己出了严重的问题所以你要防止你出这种问题，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越走越飘了，说话越来越不靠谱了你要检讨一下自己有个问题，我现在用的少 iPad 也验证过频道了，但就是在频道里没有自定义缩略图创作工作选项。有2项，一个是长视频的这个验证，另外一个是封面图的这个定制那你这肯定是这个验证有问题。这个2个验证过了的话，这2个功能自然就有了。我没注意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你讲的这个东西非常异常的情况，我这边没有办法给你再现。就是这个你验证过了，验证如果成功的话，除非你验证不成功，你以为成功了那么你要再验证，因为有的电话号码验证不成功的。2个谷歌账号在同一个电脑上分别开频道，如果一个账号出问题，另外一个账号或者看你出什么问题，你小偷小摸没大问题，如果你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你就大问题还可能让你连坐所以这个什么小错误没问题如果你用其中一个账号就是恶意的去刷流量，并且不仅自己刷还帮别人刷的话，他这个就是那个连窝都给你端掉不仅连窝给你端掉，有的人有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做了500个账号，然后谷歌发现会把你卖掉的那所有的这个账号全给你关掉，所以有的人上个礼拜才买了你5个账号，这个礼拜全被关掉了，就这个情况YouTube tutorial YouTube Introduction 这2个就是一部分，我的频道标签是空白的好，对吧？不是讲这个讲你一期内容好，它就是非推荐不可，这个是讲究时间。我不讲老讲这个这个 Papi 酱做了41期节目才突然火起来，他第41期并不是比第40期有革命性的这种提高，不是就是你不知道。你就是你天天站在风口，那什么时候雷锋你不知道，就把你吹起来了
所以你就坚持做，我就为什么讲这个兴趣是如此重要，要不然你就老怀疑。你看我也讲武汉，他也讲武汉，他讲的比我还差，他怎么比我流量更多？你就变成个怨妇一样的啊！当你有兴趣，你就埋头做自己的东西，你埋头做，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做的比你很差的，他能认到一个干爹，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公平的呢？然后你要假装清高，又不愿去认干爹。我讲干爹并不是全都是坏的啊。这个我讲过一个好著名的句子，这个就是那几个可恶的臭男人坏了全世界干爹的好名声。干爹这个教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一方面这个世界是很公平，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讲它不公平也是正常的，因为是最大公约数这个法则啊。如果你来运营整个世界的话，你绝对会这样子做的啊。所以你能做的就是把你做的东西做好，别的你不要去管，不要讲太不公平了。我不讲嘛，你呀炒股赚了点钱，你就天天讲你是股神，一输钱你就怪郑天惠啊，这种要不得，这种想法要不得啊。对我们自己发展最好的就是全是我的错，你要有这种态度才对啊，你才能够有成长，你才能够在专注自己的这个进步和更新啊。要你就处处都去找外面，最后赖不到赖天气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合理成分？当然有合理成分，但是你别去这样子想，这样子想对你自己没好处。哎，谢谢船长啊。我知道的也只不过是皮毛而已。我知道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就肯定不知道？我有什么在这个 YouTube 团队的同事能拿到他们内部的一些内训的一些材料？不是啊，我全都跟大家一样，都是这样的看的。只不过是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然后呢，大家问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那我不讲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根本就不要去学什么版权这个东西，我自己非常干净，这个版权没有任何问题。有大量的讲电影的人讲，然后就我要回答这些人，我要服务这些人，那么就是帮我成长啊。所以讲服务别人是一个最厉害的成长和学习的方法啊。但是呢，你在没钱的时候服务别人，这要求你有多大的这个心胸和这种意识。啊，我讲我们这个局，我们油管学院的钟院长，他就是我的这个第20号群友啊。那个时候大家在群里头问问题，他就开始回答别人了，没人给他钱的，对吧？所以他就自己就慢慢就懂得多了。学习就是这样的，当你去服务别人的时候，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啊！记住这句话。我把它放大一点，看起来容易。做 YouTube 财经和健康类的频道，要有职业证书才能开通，不需要，这跟国内不一样，没有资质证书这一说。关注只有3个是怎么回事？就是没人喜欢你，大概就这样。你是一块璞玉，但是你是一块这个你是一块翡翠石，但是外面坑坑洼洼啊。你要想办法开始把它打开来，让别人看见你的厉害的地方。那怎么呢？做节目啊，做得厉害了，你不要讲我是股神啊，大家都不理解我啊。你是股神，你不需要来做，你根本就不要开频道。股票市场是最容易赚钱的。如果你是神预测的话，你还开什么频道？还在那边要什么开班啊？那根本就不必了，自己做了。你可以，你要爽的话，你就开个直播间，就是我实操给你看就行了，不要讲什么理论啊。观众，我教什么观众来炒股，教什么不用教，你钱直接给我，我帮你操盘就是了，不是吗？1000观看一定是1美金吗？当然不是，0.25到10个美金都有。中间偶尔断更几天会对账号有影响吗？影响甚微啊，你就2个礼拜不更也没有问题。所以呢，你可以去夏天去度假，去晒太阳，没问题啊。不是那样子，算法里头有一个指标讲，你倒计时10天还没更啊，来给它降一下5%或者什么，没有这样子的。我是做时政政治评论，做了1个月，1个礼拜前达到要求，还在审核，抓热点很重要。以前日更的时候1天就几百，自从抓到热点，原创基本能够上千。
订阅和播放稳步上升。我现在开始慢慢调整到隔日更，甚至没有问题啊。但是你时政的东西，就是你第二天说跟第一天说就会差别比较大，所以有的人半夜起来讲节目、抓节目，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自己要取得这个平衡，反正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努力，但是呢也不要太过拼命。你现在这个时候在学校里头该学业就学业，但是如果你这个方向明确，你就是想成为一个政论家，并且这也有这个起步，你该休学就休学，你该干嘛就干嘛，这个你要自己清清楚楚，不要去跟风你自己有没有兴趣玩这个东西你不要现在玩，嘴巴越玩越大，把自己的将来的前程毁掉了。你相信一个主义，为他去奋斗终身，很好，我挺你。但是你为了钱去附和一个主义，那你就很危险，最后会把自己玩死小心。2个验证呢，在后台在后台的那个你在这个到你的 YouTube Studio 里头，一个个就那些页面一个个点过去的，你就会发现或者是你这种非常简单的技术问题的，你就是谷歌里头一搜索，就会有 N 多的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学会了自己学习，发现信息。我发了7个视频，然后做推广，把整个频道观看粘度提高很多，可是停了广告反而几乎没有推荐了，这是为什么这个有这个可能因为我呢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个我会这样的操作，就是说要推广的话，一旦推广不要停你一旦停了以后的话不太好。这个算法它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讲，我不想做阴谋论的猜测，但是我看到好多人信息，就是讲Facebook 上、YouTube 上面的直接信息我没有看到太多，但是呢，我有一些大概有些经验就是我实际操作的一些频道的推广的这个经验，你应该有条不紊的推广，不要一阵一推然后就全部停掉，那个会对这个频道会有负面的影响后面的这个原理我就不敢妄加揣测好吧，这个你7个视频，如果是你是做动画类的，或者是做某一个比较精良的这种视频的话，你可以这样子玩。如果是讲你不是很精良的视频呢，7个视频就去推我刚才讲的垂直度、内容形式都还没定下来，这个是浪费钱。有好多人讲，我就花几千块钱，这个推的这个能够过审，然后这样子的话。不要，这种全都是这个往那个菜上面这个撒尿素，然后这种菜你自己也不会愿意吃的这种成长是这拔苗助长的，不要这样的做。你这一点耐心都没有你可以想象你把自媒体作为你一生的这种事业来玩了，对吧？谷歌账户的邮箱的验证，对，验证它就是要你提供一个手机号码，然后你验证就行，就收到那个短信就可以了。订阅和转化多少率？有高有低有的转化率会过到10%以上，我们看到的。我看到数据最高的就是有30%，也就是说100个人观看，居然有30个人就转化成订阅了一般情况下是在1%到3%这个之间就算不错。如果你是千分之多少的话，那么你这个节目就有问题了。好。出镜时背景是一个画面，不喜欢，这会影响到对我的这个推荐吗？这个东西我说一下子因为想在背后是一个画面，可以没有问题，就是你背后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墙，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画，或者贴墙纸，什么都没有问题不会讲因为这个画面单一使得你这个会有问题，就像这个小说一样，它就是这个挨大紧，它就翘着2郎腿在他的书架旁边一坐，就挺好其实出人的这种东西我的综合的这个感觉是这样子，要到一个有一定环境的，或者小公园的好，或者是比较好的布置的比较温馨的，要一点点点缀，太干了不好，像我这样子太干了就不太好那么为什么呢？这个环境它能有景深要有景深，后面东西都是模糊的，然后你才得以凸现你才能就是你是这个中心聚焦在你身上。如果你全是平的贴到墙在那个地方，哇，就不容易
别人的眼睛没地方好看啊，看你的脸，吃不消，连续看，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美人可以一直盯着看的啊，所以视觉，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叫后期，帮大家做这个 B roll 做素材这些东西，全都是这个意思，让这个画面看起来很流畅，每个3到5秒都是变换一个画面，要么就是数据，要么就是关键字，要么就音效，要么就是其他的素材画面，就这个意思。所以像这个小雨，你这个属于专业的这种频道的话，你更应该是在一个专业环境里头录啊，因为你是个这个专业的，不是这种寻常家里普通聊天的，这个不存在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观众的心理是什么，跟你做生意的人都是有钱人，都是大买卖家，他这些人是第一印象非常重要的啊，他。所谓讲第一印象的，就是说他愿不愿意继续了解你。如果是他第一印象很差，你这个很 low 做得很差的话，那么他就对你没有信任感，这个大笔的资金他不敢给你啊。所以，那么这样子讲来的就很安全的方式。如果你是做一个商业环境里头这样子的比较好的这个比较好的沙发，比较宽敞的环境，外面是高玻璃，是高层建筑，一看就是这个温哥华海湾都在那个地方的话，哇！这符合一般人的这种想象。如果你非要逆主流去做的话，那么可能有人特别喜欢你，清新，跟别人都不一样。但是呢，你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风险，就是很多本来愿意跟你说话的人不愿意跟你说话了因为他对你毫无了解的情况下，第一眼他只有凭第一印象来，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至于你非常厉害了，你已经出名了。你是一个小说家，你是一个商界强人，那你就怎么随意怎么来，那反而就变成了一个优点。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你非得按照这个固化的大家的这种形象来走这样才安全啊。好，产生订阅以外的1万播放量，向你转化成我刚才回答的这个问题啊，比例。假如通过获利标准后刚好1000，流失到1000以下，还能盈利吗？可以，没问题。因为它就是在那个时候启动审核，审核过了以后，它这个平台进行大清理，就是删僵尸粉，让你变成了950个这个东西，它跟你这个没有关系。在资格审查的时候就是一次性的。有人断更5年，上个月拿到创人没有问题啊，对吧？像那个我讲的那个Michelle Fan， 他就是整个因为打官司导致2年时间断更啊，他现在还是呼的900多万，他一年前几个月以前他又回来重新更新了900多万粉丝啊，没有问题。我有一个频道已经断更好长，我这老胡的长征那个频道已经断更了200多天了，因为我就发的那一期节目就是我要开始那个更新我的微信公众号，就那一天，我现在微信公众号已经写到220多天了，所以220多天没有更那个频道啊，还有一点流量，我要重新开始更那个频道了，开始跟大家胡聊了啊，好的，没有问题啊。这个你也审查过了，还降下来，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取消你的这个获利资格。假如频道是讲中文，但观众有些来自非洲，但是没有买流量，这样通过审核不会这个这种东西看得好多了，对吧？这个，比如说你讲的是中文，你那个观众的话，是你在这个非洲学校的，或者是某个团体里头的这个跟你认识的人。这个谷歌这个技术团队，他很清楚有很多种可能性，不会像这样子很简单的粗暴的来，这个是好多可能性。就一个人在美国注了这个账号，到中国去旅游，然后在那边就找到女朋友去定居下来，他账号一直是美国的，然后就从中国开始上传然后半年以后他跑到泰国去了，所以都是从这个平台从工具设计里头最常见的东西这工程师都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东西不会讲一旦这个东西就会引起怀疑。引起怀疑的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一上来这几个 IP 号上来就是播放列表，每天上来他昨天才看过这个节目今天又把那个播放列表开起来，30个视频连放一遍，这就是可疑的那如果这个可疑的只有一个没有关系，他给你删掉就是这样，可能真的是你碰到一个这个暗恋者，天天都把你视频全看一遍，这个没有问题，他把你删掉。但是你好几个这个 IP。然后他能够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因为你们有没有观看的这种东西有没有观看的这个交叉的地方，有没有其他地方比如说你们去访问另外一个同一个地方的网站等等，所以这个
谷歌的这个大数据，它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它有大量的东西，它能够检测出来是哪些是哪些是你的女朋友天天都看你的，那看无害，他不会因为这个封你的账号，只不过是要把你女朋友看你的东西播放的广告，他就不算钱给你，仅此而已。但是如果你大规模有组织串联恶意，想隐藏你这个 IP， 你这个流量明显是在那个某网站已知的买流量的网站来的话，他就干你啊！所以你老实去做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用去考虑，没有问题啊。有的人担心讲，老胡，我做了一期节目，然后我自己看了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因为你做了一期节目，有的人是在家里头给妈妈看。给朋友看，给亲戚派，家里头一大家子8个小孩，每个人都看一遍，每个人在房间都没有问题，在一个 IP 里头，他不会讲我这样子是不是会关我账号，不会，啊，他就会把你昨天的观看量50几，你第二天早上发成30几，为什么？他把你这个家里的这个东西全给你删掉了啊，仅此而已，他不会因为这个惩罚你，讲你在那作弊，你肯定一个人在那作弊，因为太多场景了，宿舍里头8个人住一个宿舍，公共的 IP 就一个，这个太多，技术上。我就告诉你，这个谷歌的工程师不会那么傻，这是基本做产品设计的人要考虑到的这些情况啊。好，星期五、星期六一定要更新，这种假日比前也要更新啊。更新这个概念，好多人问我，就是讲什么时候要更新啊？什么时候最热的地方更新，然后去看这个那些更新的这个时间表，不能单用一个东西来看。啊，哇，这个中午12点的时候更新微博是看的人最多，更新的人也最多啊。你知道开直播什么时候最好啊？凌晨2点呢，半夜3点呢，别的主播都睡觉了，他一上来，你一直播你就上首页啊，所以要不按常规出牌嘛啊，不要简单到只认为讲一个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啊，只看一个背影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多漂亮啊！你只能看背影，能看出身材，仅此而已，对吧？你要看心灵美的话，这个外在美还有心灵美，还有这个化学成分有没有遗传毛病，太多指标了，需要看了啊，不能单用一个指标来看。好，新手频道适不适合盗大卡？当然适合。我不讲抱大腿，我给你介绍了好多方法，到人家那个视频底下去，第一时间留出一个长长的这个评论给大家，这个人家的视频是20几分钟，你把这个视频里的金句全给他摘录起来，哇！过一段时间，他的粉丝全都是注意到这个老胡什么人呐、他喜欢这个大咖，每次都在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做完，然后工工整整写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服务大家。哎呀，这个人真不错，我点他看看他的频道是做什么东西，就很多人就因此跟很多人这样的结下善缘嘛，不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好还是不好？这个，所以你每次都到老胡这样，第一沙发赞感谢老胡，这种东西我也喜欢，但是呢，对别人没有帮助啊，所以你要做一些对大众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啊，做有意义的事情啊。订阅是有时效的吗？没有时效。你这经过5年的努力达到1000，那就5年嘛，因为疫情宅在家里看到你的视频，用这种形式给自己拍视频，连自己兴趣爱好，好的，谢谢阿当啊，这个很多人，我也理解像你讲的这个心情，很多人认为自媒体就是抖音和快手，就是一些比较俗的东西，还有的人就是认为这都是小儿科的东西，这都是小孩玩的东西。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个自媒体是整个的世界。以后你在自媒体平台上面，不管你是哪个平台，你不火，你根本就不是明星啊！我讲过，你小李子你多牛叉，你能玩得过 Ryan 1年赚的钱多吗？你是好莱坞明星是很大，你1年接不了几个戏，也没多少这个机会。人家好家伙，在直播间天天带货。每一天赚的钱说不定比你1年的多，那才是真正明星。我在这边不是鼓吹金钱万能，而是讲明星现在是真正的明星，而不是电影演出来的那个明星，装出来的那个明星啊！3年才出一个作品，你就是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也不见得多厉害。我告诉你，你也玩不过这些一线的这种网红啊！人家一线的网红，如果是真的能做到真性情，那才是活出了生命的精彩。要朋友有朋友，要钱有钱，要自由有自由。
这是不是一个值得人们羡慕的一种生活方式？又能得到提高，你能看见他在3年5年这个人生成长快速的成长，从一个菜鸟成为一个一线的这种人物啊！我指的不是那种这个像 Logan 兄弟那样的很爆炸的这种乱来这个欺扰就整天扰民的这种东西，那就不太好了啊。所以讲这个事情是一个正当的职业，老胡要放弃这个正当的这个职业来玩这个东西，好像是怎么回事？脑子有问题啊！我告诉你，我是比别人先知先觉的，在这个地方，所以我鼓吹大家，人人都要做自媒体，人人都要出镜啊！我现在就是我这个训练的这些人，我都讲，我不管你以后做不做节目出镜的节目，你训练这一段你要加上出镜这个东西，因为出镜是真正你了解自己的一个手段。好，好，这个当我看看这个信息为什么会被这个平台认为不太合适？户外运动狂热爱好者，15年登山经历，萌生了做 vlog 想法，不仅对自己经历是一种记录，也分享经验和技术，也能让大家看见风景，给自己创收。小品牌的赞助也希望通过这品牌让更多人平台看到哦，因为你这个地方提到了品牌赞助，提到了这些东西，所以他不太清楚你是不是在做自我广告啊，所以你这个信息就没有问题，然后我给你点通过，那么 YouTube 这个机器人它就会根据这个东西，讲阿当不错啊，阿当就是每次都是有3、5次都是讲他这个有问题，然后呢老胡也讲他这个视频这个没问题，然后这个老李也讲他没问题，老王也讲他没问题，阿当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是这样子处理，你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你就是在攒人品啊，最后这个越来越相信你，将来 YouTube 这个平台它不会讲变成全员管制，就是每个视频都来审查，现在它开通了自审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每次都说瞎话，那你以后可信度就越来越差啊，就是你的信用分越来越差啊。如果你每次都规规矩矩，然后呢，有人举报，每次举报最后都发现你是对的啊，所以他就越来越相信你啊。老是有这个纪委收到这个举报你的这个匿名举报你的信，每次调查你都没问题，这种人最后反而都会得到重用啊。所以举报不是坏事情啊，就这样一个。所以这个地方反过来讲，你在留言特别要小心啊！我们在我的微信群里头，大概我看到3、4个人，就是频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因为留言不当导致账号被关闭，账号关闭就会导致跟他频道也被干掉了啊！好，现阶段几个问题，如果方便的话，希望得到回答。旅游和旅游类的视频有很大差别，旅游景点的自带流量，而户外偏向于体育运动和技术型。我去到很多地方甚至没有名字，一些比如说7000米以上的高山，我不知道这样的细分不小，一点都不小。别人去不了的，就是我也想看看喜马拉雅山这个上面是什么样子的，人迹罕至，没有地的地方，那个地方有没有蛇，有没有什么大家没看见过的动物？所以不要怀疑这个东西，不好像我好出格，我喜欢的东西，事实上77亿人只有我7000个人才喜欢这个东西，人在 DNA 这个层面上都差不太多啊，所以我根据老胡的20万理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的20万理论，就是你没有怪异到就是这个世界上都没有20万人喜欢你啊，你去真正的做你自己，哇，这个世界不需要多一个演员，好的演员全世界都有啊，但是呢缺少一个真正的你。当你真正打开你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足够多的人会喜欢你，欣赏你的勇气啊。他不会去跟你这样子做极限运动或者什么，但是呢，他会愿意跟着你的相机去看这个世界啊。我看油管一些频道播放不是特别高，毕竟兴趣不可能成为永久的动机。你不需要多大，凯文·凯利讲的1000个粉丝就能养活你，你需要多大啊？所以你有这个问题，全都是自我认知的一个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就是我做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我是不是个无聊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很出格的人？我是不是大脑不正常的人？当你觉得自己你过了这一关，你就根本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就艺术家他要表达向这个世界表达的时候，他不会讲我是神经病，我全裸出去裸奔，我有什么问题？他是艺术家，他不会这样的怀疑自己啊。一个工匠整天就想讨好别人。那个客户会不会付我多少钱？我成本是多少？一个艺术家是我要表达我自己
所以，即便艺术家这么稀有的人，再出格的这些艺术家，做一个什么展览，全是你看到的舆论全都骂他的，他有足够多的朋友，你放心好了，啊，就那么出格的裸奔的人都有多少人挺他支持他，啊，没有问题的。所以所以我再讲一遍，你有这个问题是自我认知暂时还有一个提高的空间。当你过了这一关以后，云淡风轻，你就是做自己的东西了就好了。不知道现在点人头怎么不能看见对方的频道？有，是哦，那就在这边，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啊？没有，他最近他在更新啊。YouTube 你不用，他说不定在测试，过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我只有这个4个视频1周时间而已，也许还要时间。有时候也难免片面，那肯定片面。就是片面是正常啊。第一就是一个是有的是我的片面，有的是仅仅是你认为我片面而已。同样一个东西，你认为我片面的人，另外一些人喜欢的一塌糊涂。所以我不是在捍卫我的这个观点啊，我告诉你认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有的时候讲老胡，你这个东西全部都讲的对，你这个东西我完全不同意，很正常。我不会觉得你这个冒犯了我，你非得要跟我一样，你不是老胡，你怎么可能跟我一样的呢？对不对？夫妻还吵架呢。这太正常不过了，是吧？所以你讲这个片面很正常，这是第一。第二，当你讲我片面的时候，请你不要真的认为我一定是片面，可能是你自己片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认识非常非常重要。你即便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你不要认为你是对的啊。你在人生过程当中看很多东西，你是不是否定在否定的过程，对不对？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极端的时候，我讲别人是错的。现在老了回来好多东西认知，我转一圈以后发现了，原来是我是错的，啊，所以就有这个可能性。我不是讲我什么东西是正确的，但是你在认识过程当中，你的思想要有这种弹性就对了，啊。好，是否出镜会影响？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因素。这是很不是讲唯一，就有的人讲我是不是非要出镜才能做活力？不是，这完全不是。但是从审查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最简单容易判断的一个因素。你不要让那个审查人员弄得好辛苦啊！就是你做音乐原创，那个审查人员他不知道你是哪边抄来的、偷来的一个音乐，他怎么证明你是音乐原创呢？啊，所以他就需要一点时间啊，你慢慢，这个音乐真的是原创，这是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啊！这个图片好漂亮，真的是你自己拍的吗？你想，我全都是我自己的，但是你就好困难要说服他。他这一线审查人员好多都是合同工啊，他就是拿8块钱、10块钱1个小时，你不要难为他啊！像老胡这样子露脸，那一看这个家伙满头白发，这所有视频一刷下来，原创还有问题吗？当然没有问题嘛，对吧？所以出镜是最好的东西，喜欢不喜欢，我告诉你。少于1秒钟，据说是0.2秒，0点多少秒，一个人看见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像一见钟情一样，喜欢就不喜欢，好人坏人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讲，你躲在后面弄半天，他都对你无感，你出来马上就有感了。你好，我是老胡，他立刻就有感觉，就是我不喜欢，我喜欢，我无所谓，我再看他，再看看，喜欢不喜欢。哇，你有了这个最直接的东西，你为什么把它藏起来呢？啊，所以但凡有节目需要应该出镜的人都应该出镜。胡聊什么时候要开始？蔡小姐等不及了。这个，你把上次你看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头，你连20票都拉不到，我总不能就是那个那么不受欢迎，我又来用那么大精力去做胡聊嘛？你再发起一轮新的投票，然后呢，我这个假装扭捏一下子，然后我就可以开始了嘛？你给我个台阶嘛，好吧？好的，我们回到这个语音的问题。刚才这个小李这个问题回答了没有？老胡你好，我是洛杉矶的小李，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分享和教学，那我也在学习当中。那我的问题是，最近我有一个大哥在国内租了很多山地，正在建设种果树，
等等当中筹备当中。那我看到这个信息以后啊，我觉得能不能拍一些视频，他那边也能够运用自媒体。那我这边如果他拍到也能够传到美国，但是问题很多，他也不太懂我在想老胡有什么好的建议，关于这方面有没有得做，他能不能传到美国来，我这边也能够发上 YouTube， 或者老胡有更多其他的专业的意见，我相信老胡的观点肯定非常不一样，我非常期待老胡的专业意见，谢谢。好，这个与其说是个问题就还不是个问题啊。亲戚在国内包了山啊，然后准备开始做。那个能在这过程中产生一些内容，当然他在美国呢怎么合作，这个东西有 N 多种可能性啊。就是首先从技术层面上，你要解决一个问题，那边的你在国内亲戚有没有基本的拍摄的这种能力啊？能拍，然后怎么传？要架设 VPN 还是 VPS， 或好多技术问题啊。然后在这边有没有运营的人，有没有做后期的人？这个太多技术层面我们就不谈，我们就假设我们就谈创意方面，就是说。我做块山，我就种果树，没什么好的故事。我拍什么？哇，这个拍什么？生活及内容，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生活及内容啊。一个中国这个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的这个求学经历，这本身就是个内容嘛。所以我讲的，你要把握一个频道的故事啊。你这个大哥在国内这个包这个山，花多少钱？怎么谈下来？准备种什么？这个投资决策是怎么回事啊？那风险在哪个地方？可以一路讲嘛。从买秧苗开始，买树苗开始，然后种植，然后在这个秧苗不是一天晚上就长起来的。你现在有山有地，可以挖坑，可以做可以去倒蚂蚁，可以去抓蛇。我不知道你山什么情况啊？各种各样的都是啊，都可以啊。再不行，在那挖个坑，这个烧半扇排骨，做美食都可以了。所以这个内容是无限的，就是说你想玩什么都可以记录下来啊。然后呢，你这个如果是果树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果树认养啊，从秧苗就可以开始这个拍是谁来认这个东西。我把你这个认养这个东西现在好便宜，像买期货一样。N 多种玩法，然后如果是果树开始挂果了然后我给你定制一下，这个上面是有颗红心呢，用塑料袋套起来，好多种玩法啊。这个所以你这个与其讲是一个问题，就是像一个头脑风暴一样，有 N 多种做法了啊。有地，有植物，有人，有动物啊，无限多种可以玩的了啊。你的。圈一块地方养点这个珍稀的东西也挺好反正都有的玩这个问题刚才回答了没有？老胡老师您好，我是您的粉丝，想做自己的视频剪辑，但发现很多视频剪辑软件都不支持中文。这个刚才回过了吴念 OK。老胡您好，我是吴念，来自湖北。首先很感谢你在那个 YouTube 上无私分享的一切。现在呢，我自己还没有创建频道，但是有想做频道的这个想法。我在这里有2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合理素材使用的问题。我拿一个相关频道来举例，这个频道叫做世纪萌芽，它是做动漫解说类的。因为和那个电影解说十分相似，所以我不知道该内容的这种频道是否能够获利。因为您在视频中也提到过，就是建议我们不要做这种电影解说类的这个视频，因为它使用了大量的这个原始的画面和那个动画的音乐，所以说我不知道这种频道是否有版权的问题。然后的话，我也想问一个相关的小问题，就是是否有相关的这种小工具或者是网站可以查询到某个 YouTube 频道是否可以获利？如果可以查询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做该内容的这种频道了。谢谢，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的，某一个频道是否获利对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借鉴和指导这搬运的也有在赚钱的侵犯版权的也有在赚钱的。你不能讲因为看见他赚钱，所以讲你也能赚钱。你看到这个小偷今天偷了好多钱这个赚钱来得快还有人这个贩毒，哇，这个来得更快所以后面这个问题不成立，你不需要去从这个方向思考问题。至于你可以讲判断一个频道获不获利，你就可以去看它有没有广告出现，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虽然不准确，但是呢，如果是广泛的，不是讲其中一个视频有广告，
不能判断这个频道已经获利，因为它由于版权问题，可能是别人在他这边打的广告啊。但是你大量的视频这里头，比如说50%的这个视频你都看到有广告的，那这个频道就已经开通了获利啊。这是这个后面这个问题。前半段问题讲是游戏，所谓的游戏解说啊，这个游戏解说跟电影解说一样，但是呢，游戏解说会比那个电影解说稍微松散一点，就是也从版权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游戏上现在基本上都是，你们玩的人越多，也相当于帮他推广一样啊。我不讲了，最顽固的就是任天堂，任天堂都是在2年以前的12月份已经开放了，就是你们也可以去玩。原来他是非常强硬的告所有用他材料的人，他都弄你，就把他。母公司弄了底下一个子公司啊，出现了这样的乌龙，挺好玩的。那么，所以就是你可以去用它去讲解啊，边玩边讲解边点评，这个比做电影的这个要解说的要好得多啊。这个版权方面的困扰不会那么多啊。还有一种这个动漫这个这种的是用动漫的这种视频的素材，然后呢编自己的故事，这也是可以。啊，就是实际上这个标准的在 YouTube 的这个版权的那个等一下啊 ，YouTube 的这个版权的，刚才笔帽掉到地上去了。YouTube 的版权的那个页面里头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用那个米老鼠或者唐老鸭这个素材来重新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剧一样的，就用它的这个视频部分重新配音我也前面讲过，有个叫西毒吧这个。频道也是这个道理。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视频、这个游戏或者是动漫的这个图像的素材来编自己的一个故事，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做法。好的，这个吴念的第2个问题啊，牵涉到一些这个视频的这个细节，那么我还没准备好，今天我们就不回答，要下个礼拜再来回答那个第2个问题啊。老胡你好，我是刚才给你发信息的这个麻辣空间主播。我把内容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啊，用这个手机观看，他就会说出错了，这个视频出错了。但是呢，用电脑看和用电视看，他能看到。但这就是个问题，有些人他也能看完，有些人他就不能看完，看一个几分钟，后边就看不了了，然后就要点击按什么重试，但是点击按重试也播到同一个地方也会停止。那么我的剪辑视频呢，它是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剪辑软件，录制方式也是一样，都没有出任何问题。但是偏偏就在这种状况下，10个视频当中有2到3个视频会出现这种状况。我想请这个老胡呢帮我排查排查，到底这是油管的问题呢，还是我的制作软件的问题？我就搞不清楚。这点谢谢老胡哈，感谢你，你是大伙儿们的老师，也是共同的好朋友。谢谢你，谢谢。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这些视频你上传了以后 ，YouTube 绝大部分情况下，除非你完全按它的参数来做，绝大情况它要重新进行编码、重新压制，所以一旦这个视频交给他了，跟你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你现在出现这个问题，跟你毫无关系，跟你这个压制软件、编辑软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么他去看手机上面看，手机是资源非常非常这个稀缺的，尤其是内存这一块啊。那么手机上面很多出现的问题都跟内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你把一些这个应用里头的那个缓存的数据把它清掉，把空间腾出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像这个情况，绝大多数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它这个一个视频下来，它是一段一段给你缓存下到你这个手机上面来，然后才来观看。那么这个视频可能有某种原因比较高清，或者是比较在这个特定时间它下载那一段进不来，它是一段一段下载下来，那么后面这一段下载它没有地方放了，那么它就只有报出错啊。所以这个情况也可以看见很多人有1000粉丝在手机上面没有办法直播，也是这个问题。你把一些没有用的这个 APP 删掉，然后呢把已经有用的这些APP 啊，手机里头很多 APP， 一个是你把 APP 删掉，跟它相关的这个数据全都删掉了；另外一个是你 APP 留着，然后把进这个 APP 里头去，把它的这个缓存的数据把它清空，那一下子就能出来好多。这样子一般来说，手机上面的观看问题都会解决。好，
这个就这个问题，老胡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直就是大家一直问的都是免费音乐之类的，那有的时候我在想，因为视频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也确实愿意花一点钱，又使用正版音乐，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愿意花钱使用正版音乐，是怎么样一个方式，或者可以通过哪种途径呢？谢谢。好，这个辣椒后面好像补充了一下子，老胡你好，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的话，原版的就是这个音乐，就是某一首歌，就是刚好用到这个，跟这个就是说非常需要用到它这个音乐，但是呢，这个音乐它确实是正版的，但是我呢确实一定要用到，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样去使用它，或者说就是我愿意给钱，应该怎么样去用它的这个音乐？谢谢。好，他是讲正版的这个音乐，我不知道你这是指一点点，还是讲想用一首整首的音乐啊？如果是像这种歌曲的话，这流行歌曲，当下流行歌曲的话，我劝你断了这个念想啊！那个只有做广告片或者做商业片的时候，你才能付得起那个价钱，都是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你做这样的一期这样的视频，根本就不适合去做。那么我也可以大概聊一下子这个，你这种东西的话，是通过这个视频的这个版权方啊，在网上有几个大的网站可以查到它的版权方，然后向它的版权方申请叫使用在这个 YouTube 上面要获得一个叫做这个叫 synchronized 这个 synchronization license， 就是我不知道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就你可以在 YouTube 上使用，然后呢然后他跟你回信，给你报价，然后你们再讨价还价，然后再下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根本不值得这样去做。还有另外一条路的话，复杂一点，也可以操作啊。今天我没时间在这边讲，我可能会专门做一期讲，这个怎么样就是比较便宜的用到这些有版权的音乐。所以就我理解的这个辣椒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就用版权归他，然后让他去赚钱就是了。这个视频你就给他赚流量，给你赚粉丝就好了啊，是不要根本就不值得这样去做。如果你是 YouTube 的这一期视频，如果你是这个公司里头做一个宣传片你是游戏公司，你要做一个好厉害的这样的宣传片的话，那你就走正规渠道去联系这个唱片公司去买他们的这样的使用的版权，因为那个就比较复杂，不仅仅是在 YouTube 上发布，你可能还有一些平面的发布，你可以还有其他平台的这种发布，电视台甚至都会做广告，那个授权又不一样了啊，那个价格可能会多到几万、十几万都有可能啊。好，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这个刚才这个问题回答过了吧？我怕漏掉了，就对不起大家了。老胡你好，我是台湾。这个没有。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你的有关于 YouTube 上面的一些教学，那我这边有一些问题想要跟你询问一下，就是说我现在也是刚好正在要做 YouTube 盈利的部分，那我这边有做一个主题，我是针对想说要对一个创业致富小人物的一个故事。那我的素材来源会在一个各大平台的一些采访的一些人物上面的文字，那我是想要把文字转换为语音口白这样的一个叙述的陈述的一个说故事的方式呈现。那文章上面所表述来的一些照片跟一些图片，我可能会想要把它做成 PowerPoint 的部分呈现上来。那我想说这方面的话可以做得成吗？谢谢老胡。这个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啊！你讲这种小人物的创业故事啊，一个油条店怎么做起来，一个包子店怎么做起来的，一个人开怎么样小店，然后这个曲折折的过程有什么挑战甚至都可以变成一个这个即时的这样一个连续的报道都没有问题啊！这内容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这样使用别人的材料就有问题啊！因为从你描述的这样的一个设想，你可以大量的使用别人的直接的第一手的素材文字段落这个照片，所以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叫做我们讲的这个其他的参考，然后就是所有的内容这一期就是来自这一页一篇文章，这样子
就不好啊，因为你是要转述、消化、吸收，就是不是就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这个冷饭炒一遍，那这个人家版权人会有意见的。如果你用了好几个字引用它这个东西，还有署名，然后又有其他的材料，那这个就是你独立研究的一个过程，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就好了。那么推而广之，你不能讲这个创业故事，创业的100个故事，你可以到新华书店买一本这样的书，然后就开始讲，这就有问题啊，不能这样子讲。你就讲某一个人这个共享单车胡伟伟的故事，那么你综合好多这个东西做一期这样的这个分析，应用 ABCDEFG 的这个素材没问题，这合理使用啊，所以就把握这样一个度就可以了。反正你做节目，就是你得在素材上面增加你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素材简单的这个堆砌啊，就是片子剪一下子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啊，这样子说电影就不对啊，不能这样子说电影。老胡你好，上次的问题我可能没有表述清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阿甘正传》里面有一句比较出名的台词，叫做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糖，你永远不知道拿到下一颗的是什么味道，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忘了。那么假如我应用它这个的话，只用它的这个电影的画外音，但是我不用它的电影的画面，然后用到我自己的画面里面做其他的创作，那这样属于侵权行为吗？好，感谢老胡。我这个地方放倒过来，它下面应该是这个第一个。老胡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需要用到电影里面的一些那个电影里面的一段就是原汁原味的人物的对话，或者是就是人物的对话吧，但是不用到他的那个电影画面，然后我自己要自己重新制作别的画面，那这种情况下会属于这个侵权行为吗？好，谢谢。这个电影版权或者是这种视频的版权，它申请版权保护的时候可以有多个选项，一个是我既保护图像又保护声音，或者像只保护图像只保护声音啊，这有3种方式。那么你首先声音也好图像也好，它都受版权保护，不管它这个声称的这种保护的方式是什么样，本身它是有版权的啊。我多次强调，版权跟这个专利权是不一样的。专利权是要抢先去在未经别人公开的情况下要去注册，而这个版权是你就写了一首小诗压到枕头底下，那你就是有它的版权啊，是你写的，你不需要登记啊，就是你的天生的版权。所以版权是不一样的。首先你用这个东西，首先是使用了别人未经授权使用别人的版权的材料，这是第一，首先肯定的。那么在法律上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你是除了明确得到授权一样，我允许你使用啊。第二个就是合理使用。什么叫合理使用？我就合理使用你的，可以未经同意、未经许可，我可以合理的使用你的啊。这个报道、点评比如说这个恶搞也属于其中一类的啊。教育这些东西都属于这个合理使用。那么你用这么一句那阿甘里头的一个对白，你用它来做什么？这个你把它做什么？你用它干了什么？这个就是能够判断你是否合理使用，这个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们回答怎么教英语的这个 Tom 的那个问题，就讲到了，你拿着一句来是九语，你想讲九语讲的这句话，你是讲解这个东西，而不是讲我把他们这种假装是学英语。我这个频道假装学英语，然后呢，把一期这个 Friends 全部把它剪成2分钟的片段，然后呢给它取个标题，这个是看交易是怎么骂别人的，这就不对，这就不是教学，这就不是合理使用啊。如果你讲，你看看交易是怎么讲了一个黄色笑话，还带骂人的，然后你放一下，然后讲解这个俚语大概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合理使用啊。所以，但是你合理使用也要有个度，你不能讲我这期节目就是完整的把一期节目30分钟，然后从头讲到尾，做一个小时，这有点过了啊。就是你完整的把人家连锅端，这有问题了啊。好，所以唯一的一个你具体运用的场景，你要看到怎么样让法官相信你这个属于合理范围，而不是拿来主义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用的是怎么简介。我比如说，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东西。某种人某个明星有大量的采访，然后呢，我打个比方，周星驰
周星驰跟某女演员有大量的视频材料，那么我就可以拍一个片子，然后让他全都是原声哦，对白，让他对白，他问这个，他问那个，反正是不同场合，但是编出了一个句子就非常好玩啊，编出了一个3分钟的视频，就是他问这个全是电影里的对白，采访里的对白，反正是故意给他弄差了啊，这样子。这就好玩，这就合理使用。你再创作，因为你创作出了一个新的有那个东西，那所有的片段都不是你的，全都是捡来的电影片段、采访片段啊，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那这就好玩了，对吧？这个是合理使用，再创作啊。那么其他的情况啊，你就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看看你是不是合理。你非用不可，就是非用不可的证明，往往是这个你是比较合理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用它才能够来创作。就是我用到一个版权的材料，我去讲解它，这个时候那就非用不可。你没有用，你没有它的时候，我讲不清楚啊，这个叫非用不可。好的。你好，老胡，我看到油管上有很多体育类的视频，播放量都是很巨大的，所以我目前也正在做一个体育类的频道。我的频道名称叫做拳坛快讯，主要是做一些拳击类的视频内容。那我现在已经传了20多个视频上去，但是目前的这个播放量几乎为0。那其他的像一些其他的频道，就搏击类的频道、UFC 类的频道，他们几乎每一个视频的播放量都有大概10多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差距实在太大，已经不能用这个视频的质量这一个原因去解释。所以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这边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为什么我的那个视频的播放量如此之低？谢谢你。好，你的频道我看了一眼啊，你现在这样子操作是有问题的啊。第一，可能是有版权问题；第二，有重复内容的问题啊。除了这2个问题会影响你这个频道的推荐量以外，第三，你这个节目做的没有特色。啊，你就是像用讲电影的方式在那边讲这个比赛啊，谁给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怎么样，讲的全都是就是毫无特色啊，这样子讲啊，你应该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深度的分析。第3个回合，你看这个画面你要静止，像老胡这样的板在这地方静止，然后你看这个地方，你看他这样这个拳落在这个位置，你看他这个勾拳是怎么样子，你要像韩乔生讲解体育比赛那样的来讲才对。你现在就讲啊，第三个回合，这个某某已经出现了疲态，然后另外一个人的话借助这个机会猛烈进攻，然后最后他体力不支倒地，这个太没意思了，这个白开水，不需要大家能看见的东西，你讲它干嘛？就是你非得要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你看他是好厉害，你看他这表情是这样，但是他脚底下已经松了，你看已经不稳了。啊，你就回放让大家看，这样子讲解才有意思啊！所以你现在这个讲解，内容有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讲的话，如果你能做到这个程度，你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这种比赛的东西，体育比赛的这个录像是这个就像音乐一样，它是严厉保护的。它这个体育体育这种协会啊，它就是靠这个东西赚钱的，所以你用它的这个材料，它是非常生气的啊。所以建议你，如果不是特别爱好，或者是有某些渠道能够合法的这个取得版权的问题的话，最好不要去做这个东西。如果你是特别喜欢，那你要做应该像我刚才讲的这样子去做啊，就是我是深度的解析，那么大家会喜欢，说不定这个将来说不定将来就是你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比赛会允许你开直播转播它的这个比赛。这一点，大家不要认为是这个天方夜谭。这个游戏比赛现在就可以这样子哦。那个以后大型的比赛，不见得像美国这样，NBC 就买断它的一年，比如10几个亿买断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转播权，将来一定会出现把网红请进去这个做直播的，这个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如果真的爱好这个东西，你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去不断的去模仿。人家怎么好的解说或者点评，进行技术分析也好，或者进行这个搞笑的这种解说也好，但是你现在这个做法没有特点啊，这样子做我看不出你能把这频道做起来啊。趁早就是要么换方向，要么换形式。老胡你好，
对于上次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也知道，那如果把录音拿过，把那个画面去掉，只要背景的那个声音的话，很大成分也是侵权的，因为只要正常的思考一下就知道。但是主要就是说，如果他这一段话是，就是说在我要制作的这个视频里面，它非常的重要，它甚至就是画龙点睛之笔，没有了这个，它整个视频就失去了。就失去了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用到这些声音或者台词，但是我们避免去造成侵权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好，感谢老胡。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如果是你非用它不可，这个是你的一个核心的东西，那么你按我的判断，它多半就处于一个合理使用啊，所以你没有问题，你去用它啊。如果它被主张的话，你广告费给他就给他了啊，不要去在这个上面去跟这个广告商去打官司。我讲了，这种东西，你每做一期节目，只是你将来几百期、几千期节目里的一期而已。你现在受人家欺负就受人家欺负，等你厉害了，等你做电影解说以后，你厉害了，这电影公司排着队来求你帮他讲啊，甚至还要讲我给你帮我说好话，给你几十万，那这种东西都不稀奇的啊。你在菜鸟的时候，你这个东西都要知道，把你的力量集中在做你能做好的东西。不要讲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个东西，你全把我这个广告费拿去了。实际上，你讲的话有意思吗？就是广告费给你也就那么5块10块，有意思吗？你为了这5块10块，好像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你小偷在先嘛，你用人家版权材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是吧？啊，做人一定要有这个心量，才把事情能做起来啊。好。你好，老胡，我这里有个问题，希望你帮我解惑。我就想做一个 YouTube 频道，是关于读报学英语的。然后我在英国太阳报的 Sun 上面有看到有一个专栏是关于情感类咨询问答的，我就发现这些内容很适合作为口语的学习材料，而且内容嘛也不枯燥，但是呢我就不是很确定这样能不能行得通，然后呢会不会侵犯版权。谢谢老胡。好的，从你问问题的这种方式，我就知道你如果去操作肯定是侵犯别人的版权啊。我们讲的这个，你只作为材料之一。你现在就看到那个专栏挺好，等于是把每篇文章就给别人介绍一下，这是不行的啊。这个里头你应该广泛的，我打个比方讲的话，你可以到这个比如说谷歌每天的这个一个节目，就说这谷歌的新闻啊，谷歌新闻它是一个聚合的这个网页啊。你比如说这个是来自新闻周刊这篇文章，下面这篇文章是来 NBC News 啊，NBC 新闻。那么你看有一个，其实我跟你讲，教英文呢，太多种方式，你就可以一个方式就是，你就每天分享给大家讲解特朗普的这个推文，他每天几十条，有太多东西好讲了，对吧？所以一个人要思路开阔，我为什么给这页面给你看呢？这个页面就是我告诉你讲什么呢？讲标题，你就不要讲文章，你只讲标题啊！我只给你讲标题。你看这个是标题党，你看这个是文法用的多好，这个是语法是有问题，但是用在标题里是没问题，等等啊！这个全是关键的关键，它才用到标题里头。所以你只讲标题就行了啊！跟讲歌曲里头的歌词学也可以，太多的垂直度啊！所以人要打开这个思路。你像特朗普，你用讲特朗普的推文，这白宫会找你算账吗？不会啊，你讲英文啊，对不对？所以不存在这个并且美国总统的这个推文的话，属于政府行为，是纳税人付给特朗普，所以他是没有版权的，你讲他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像这种公众人物，你就是有法律问题，特朗普不会来找你打仗的啊。所以太多方式，还有呢。沿用这个思路，讲书名，你到亚马逊上面的流行畅销书，把它书名一个来讲一下。哇，这个书名取得太棒了，你讲解一下。你甚至都可以讲，我不需要讲你这个，我不要看过这个书，我不做书评哦，我就讲这个书名太厉害了
怪，这个书名取的这个样子，我猜想它是什么什么东西，哎，这就很有趣的啊。然后那个看过那个书的人就是讲，你啊这个讲的不对，这个书的东西是这样的，没关系啊，我只是告诉你，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我第一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这样，挺好玩的啊。所以有太多这样一个东西啊，就像人家做一期节目讲，你知道吗？我在这个亚马逊上面看了一下这个最近的流行的书的名字，你知道有多少这个书的名字里头用了一个“操”这个字吗？啊，用了一个脏字。哇，这些书都卖的挺好的，所以就哇，这期节目好有洞见了。你看，现在书名就是要弄个脏字在上面，这个 F bomb 在上面，哇，立刻这个书就卖得好啊！哎，这很好的一期节目，这种节目都好多人看呢啊，所以广开思路啊，挺好玩的啊。好，没有问题了，我都全都清理干净了啊。最后直播间里头整理一下，居然也今天又弄了2个小时。好，我们公司做模切设备，我不太记住模切设备是什么，就是一个模型压下去了，这个切出东西来还是什么东西？一般会上传一些设备的动作视频，请教一下，我该做自媒体真人出镜，这个你的目的是推广你的设备，还是就是做自媒体，就是别人没看过的，就是这样，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这个就是普通人凑热闹看的，这个铅笔是怎么做出来的，乒乓球是怎么做出来的啊？一个工厂这个系列，这个挺好玩的啊。美国的这个发现频道 Discovery 就是专门做了这个频道，How it's made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棒球棒怎么做出来的，挺好看的啊。那么你这个目的不一样，你做法会不一样。啊，是否要请一个漂亮小姐姐来出镜讲解一样的，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那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不太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啊？做法会不一样。现在几点？现在马上就是晚上11点了。国内翻唱中文歌曲，在 YouTube 版权库里没有国内的翻唱，不管它有没有啊，你就翻唱，然后它有版权主张，你就给他分钱50%，就是这样的啊，你去做就是了。个人原创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啊！其他的翻唱的，你去翻唱周杰伦的歌曲，他允许你翻唱，你就去翻唱了。翻唱以后，你就是拿50%，他们拿走50%的钱，还是挺划算的。所以有音乐才能的人应该去做翻唱啊，因为50%也挺多的，因为那个流量挺大的。要在节目里头全程说英语，但是外国人想听我们华人说话吗？哎呀，世界好大啊！你要是带着口音的这个英文，很多人还挺喜欢的。你这讲的东西有趣啊，你讲的东西无趣。一个人有趣，并不是因为他讲话是像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播音员那样子的。你看那些人都现在以前像这个我不讲的，像凤凰台老早的梁冬这个做节目，他普通话他只要到香港才能够出镜做节目，在大陆可能是这个普通话这一项就把它刷下来了，对吧？但现在你看这些人说话有特点的人更是好的，所以不要讲你的英文不行，这个你随便去找好多这个英文很差的照样做得很大的，这个没有问题。不要你觉得自己英文不行，人家会歧视你，我告诉你，人家是歧视你，但是呢如果按百分比例，80%是你自己歧视你自己，然后你才心虚，觉得自己不行啊，不敢出镜的人就是我自己脸长得是歪的，我自己是怎么不行？不是有多少人可以瞧不起你，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瞧不起你自己啊！你呀嫌我这个英语有口音，滚得远远的啊！就是喜欢点个赞，不喜欢滚个蛋啊！最近发现一个百万富翁谷底翻身挺火的，你怎么评价？觉得真实性多大？真实性不重要啊！真人秀啊，美国发现频道开始做起来的真人秀，然后现在火遍全球，这个真人那个真人全都是这个有剧本的，有剧本就不是真人秀啊。安排郭德纲跟那个人吵架，安排那个人跟那个吵架，然后这样子有效果。安排那个人去扇那个人一个耳光，安排这个人是做这个评委让他通过，安排那个人讲不让他通过，哇，这全是假的。所以真实性不重要。啊，我们不会讲什么老胡，我有什么渠道能知道它真实？就是第一，不可能有永远的绝对的真相；第二，真相有什么重要？不重要
好玩才重要。就是你看这个故事好玩不好玩，你要我们从观摩这个角度来讲，他这个编剧，他这个点对还是不对？就像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诗词大会，为什么取得这么多成功？嘿，他选的那个诗词不太难，你呢，那个人家8句诗里头，你第一句你也知道，你知道第一句、第二句，然后你感觉很有参与感，然后呢，人家能背诵全首出来，你只能背诵第一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上下你不知道了，人家就考你上下2句，然后你就有感觉。如果全都是《诗经》那么复杂的东西，观众全跑了啊！所以这个制定一个节目的心理非常非常重要啊。TB 还打算这么做？对 ，TB 没有中文版，现在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讲了，现在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帮你看这个频道。如果是你实在要我看的话，你发 message 给我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给我在这个频道里头留言也好，我能看见，那么我就会做个记号去看一下子啊。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刚才就连这个地方都没办法点开你的频道了，多做一些案例分析嘛，好的，这个案例分析，因为我现在大量的时间，这个在这个有相当一大部分时间在服务我的会员，这个是实际的困难，因为他们每天有大量的这个东西要来，是对他们讲这些案例就是对他们真实的这种案例，所以呢，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很多人。大家看我做的这些公开的这些案例分析，其实都是很深入的，很多人就看过就爽一下子，然后热血沸腾，然后就忘记了，然后马上就来讲老胡，我该做什么？我讲你第一时间就把我的案例分析的几十期节目看完，看过你还问我做什么，你就太没脑子了吧？啊，你要某一个案例分析对你有启发，你得写下来做笔记，然后把那个频道里头的这个最流行的那10期节目全都看完，然后讲他为什么能火啊？他怎么回事啊？啊，这样就去研究才叫做案例。你听的那个地方吃的一碗大面条，然后再讲老胡这一期讲的不错，还好心留个赞，还留个言，点个赞，没有用的啊！不要骗自己啊！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讲我一直不做课程，就这个道理。课程网课的完成率只有5%啊！你收再便宜都是在骗钱，因为一个网课改变不了任何一个人啊。如果广告费太大，银行是直接开支票吗？不是，跟大小没有关系。银行转账，大的才开什么支票，大的就应该转账才来得快嘛。跟你地方、跟你选择的这个支付方式，有关。如果是教中文的节目，使用新闻或者文章，对文章的用词进行比较解读，这个没有问题，这属于合理使用啊。但是呢，有一点啊，你不要使用那些付费网站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啊、纽约时报，它有一些付费的文章，你就不要再做节目来讲那个它的会员区的那些东西，就这样。广告费当然要最好，虽然哪个地方这个世界上不是讲吗？只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你向谁交的问题，你是中国居民向中国交，你是美国居民向美国交，你是加拿大居民向加拿大交，就这样啊，都要交税的，税还能逃得掉吗？逃不掉的啊。好的，2个小时居然都过了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参与，我们在下一个星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啊，在此期间希望你有空的话收看我每天的录播的更新，谢谢，再见。